最近我们的 A 股跌的那叫一个惨，那我们的远股又走得怎么样了呢？自去年10月到今天，又有3只远股上市了，分别是莱奥斯利劳范集团、福尼纳影业以及纳维亚地头蛇集团有限公司啊。那么这3只远股，不知道各位买了没有？买了几手？收益又如何呢？这里上一下他们的走势对比图。可以看见，我们的福尼纳影业自上市以来呢，就在高位，最高涨到了 89.7， 最低跌到了 74.2， 平均收益率达到了 81.25， 可以说是目前枫丹交易所里面最赚钱的远股了。哎呀呀，真是不好意思了呢。这是因为福尼纳影业是枫丹的高层和纳维莱特综合审判有限公司来往密切，就属于强联合，而且本身可以召唤出群演，自动演出、自动开工，这几个群演的演出积极性还挺高的，走过路过谁都不放过，输出效率的稳定性非常高。那么有一句话就是稳定压倒一切了，所以福尼纳影业的生产效率是有保障的。另外，作为娱乐行业，给人民带来快乐，那么人一快乐，工作效率就会提高。所以根据我们的研究，福尼纳的万众狂欢业务最多可以给合作的企业带来 75% 的工作效率提升，这就极大的提高了这些企业的输出能力。当然，福这家企业这么拼，身体也是免不了劳累，所以在合作中呢，一定要加入一些健康养生的企业，比如白竹医疗、星海康养。我们可以发现，白竹医疗虽然上市的时候大家并不怎么看好，但是走势不会骗人。在经历了市场的看空之后呢，与福尼纳影业合作，为企业员工提供了大量的回血，这一下子走势和收益呢就喜人起来。我白某人有起死回生的方药。所以我判断，福尼纳影业配合各种生命医疗企业，会走出一条独特的回复加提高产能的赛道。随着更多的企业上市，福尼纳影业的收益呢会在高位保持稳定。作为投资者，资金多就买3手，资金少买1手持仓，收益呢也很香。接着是处在中游、常年盘踞在白松镇的家族企业纳维亚地头蛇集团有限公司。自从新 CEO 纳维亚上任之后呢，就积极的展开对白松镇的建设。奔走在枫丹亭的高层之间，人气也是非常的旺。虽然本身是盐元素概念，上市前投资者对它多有疑虑，但是凭借1炮20万的产能，马上就让流言蜚语消失了。这可真是大炮一响，黄金万两啊！纳维亚集团手里呢，握有大量的热武器，这在提瓦特是非常先进的存在。那么由于本身产能过硬，对合作的企业也不挑剔，因此表现还是十分亮眼的。于是我们投资界盛传，经济下行怎么办？纳维家族基金助力您度过严酷寒冬。这套组合呢，我也十分推荐，新老投资者都值得去申购，绝对不会爆仓。那么纳维亚的优秀表现，也让其他的盐元素概念呢有一些着急，比如荒龙一斗还在到期经营着自己的斗虫俱乐部，但是客流日渐稀少，最近呢还前往璃月安排了新活动，不知道能不能借此改善自己的流水。那么说回纳维亚，毕竟纳维亚刚上市，虽然50%的收益率呢确实不算低，但未来如何还是需要时间的检验。当投资者习惯了美艳动人的 CEO 之后，对该股还会有怎样的预期呢？我个人觉得纳维亚集团呢，买1手就能有不错的收益，从投入产出的角度看呢，还是十分划算的。那么最后是莱奥斯利劳范集团，25.95%的平均收益率呢，你不能说它表现差，毕竟20%到30%的收益率是一个非常正常的水平。在这个区间中，投资者的选择也比较分散，我觉得这可能就是莱奥斯利热度不高的原因。但是各行各业中都可能存在违法乱纪的事，所以莱奥斯利能够合作的企业其实还蛮多的，比如福尼纳影业，比如申鹤冷链。但是作为班头，莱奥斯利只能用拳头对手下进行管理教育，产能比较有限。所以投资者如果只买1手，收益率就不是很高，需要多买几手，利大专飞，量变达成质变的，才能有更好的体验。我个人认为，莱奥斯利劳范集团由于牵扯的行业众多，行业敏感，所以收益率一直被限制。毕竟自己不能带头徇私舞弊嘛，所以只能走薄利多销、以量取胜的路子。但是你看纳塔就是出了名的犯罪窝点，几个部落天天械斗。莱奥斯利去纳塔秉公执法，多抓多判，那么相信在纳塔的业务会迎来新的拐点。当然我们之前判断，在纳塔大部分的企业都会开展新的业务，所以竞争压力肯定还是比较大的。低有低的好处，你看至少不会被爆金币。好的，那么以上就是对最近上市的3只远股的分析报告。未来我们璃月概念呢又将上线2只新股，就让我们拭目以待吧。我是远股分析师提瓦特地理，我们下一个周期再见。